不要因渴望你所没有的而破坏你已拥有的。记住，你现在拥有的曾经是你仅仅希望得到的东西。对于那些觉得足够还不够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是足够的。我们的富足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我们享受什么。帮助我们的，与其说是朋友的帮助，不如说是对朋友帮助的信心。如果上帝听从了人们的祈祷，那么所有人很快就会灭亡，因为他们总是互相祈求对方的祸害。死亡与我们无关，因为只要我们存在，死亡就不在这里。当死亡真的来临时，我们就不再存在了。生活的好和死的好的艺术是一样的。一个人向神祈求他自己有能力得到的东西是愚蠢的。无论年轻时或年老时，都不应该在寻求智慧上迟缓或厌倦。对于灵魂的健康来说，没有什么时候是太早或太晚的。智者的不幸胜过愚者的繁荣。宁愿无惧地躺在简陋的床上，也不愿拥有金色的床铺和丰盛的餐桌，却满心烦扰。我们必须在那些带来幸福的事物上锻炼自己，因为如果幸福存在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；如果它不存在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获得它。抽象的正义是不存在的，它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。无论老少，都应该寻求智慧。老者为了在年老时仍能因过往的恩典在美好事物上保持年轻，少者则为了在年轻时就能同时拥有老成，因为他不惧怕未来的事物。在智慧提供给我们的所有东西中，使我们完全幸福的最大之物，莫过于拥有友谊。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快乐，不要增加他的财富，而是减少他的欲望。一个自由的生命不可能获得很多财产，因为如果不屈服于暴民或君主，就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当你被迫置身于人群中时，最应该退回到自己内心的时刻。我们可以提供安全保障，防止其他弊端，但就死亡而言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城市。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也不被伤害的契约。我从来不想取悦乌合之众，取悦他们的东西我没学过，我所知道的东西与他们的理解相去甚远。不幸很少侵扰智者，他的最大和最高利益在整个人生过程中都有理性指导。没有明智、良好和公正的生活，就不可能过着愉快的生活；而没有愉快的生活，就不可能明智、良好、公正的生活。独自吃喝，无异于狮子和狼般的吞噬。适度行事，以便充分品尝生活的喜悦。最不依赖明天的人，会最高兴地迎接明天。所有的友谊本身都是可望的，尽管它起源于对帮助的需要。无论年轻或年老，都不应延迟学习哲学，也不应对此感到厌倦。自给自足的最重要结果就是自由。已经习惯于生活必需品的智者，更懂得如何与他人分享，而不是如何向他人索取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给自足的巨大财富。如果一点还不够，那就什么都不够了。我不是，我曾经是，我现在不是，我不介意。顺应自然，你永远不会贫穷；顺应民意，你永远不会富有。
安贫乐道是一种高贵的品格。愚人不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一切，而是为他们所没有的一切而烦恼。如果一个人与自己感官的明确证据做斗争，他将永远无法分享真正的宁静。人们会因仇恨、嫉妒或蔑视而造成伤害，但聪明人会用理智驾驭所有这些激情。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情感寄托在一个好人身上，并将他时刻放在我们眼前，这样我们生活时就好像他在看着我们，做任何事都好像他看到了我们在做什么。因此，说自己惧怕死亡的人是愚蠢的，不是因为死亡来临时会带来痛苦，而是因为期待死亡是痛苦的。当你死去时，你的思想会比你的身体消失得更快。我们必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会。